澳大利亚接连求和，为何我国屡次已读不回？针对这一问题，在近日有了答案，解开莫里迷之操作背后的故事。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高管接连向中方示好，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6次向华求和。想也知道，澳大利亚方面希望两国能够重新开展积极的对话，不外乎就煤炭、大麦、龙虾以及红酒等产品方面展开讨论。自从我国实施对该国多个商品进行制裁后，澳大利亚经济接连下降，这对于本就受到疫情摧残的该国经济更是一记重击。或许有很多人会疑惑，澳大利亚接连求和，为何我国屡次已读不回？针对这一问题，在近日有了答案。我国相关网站报道出一则信息，明确指出，所谓的求和就是一场作秀，戏是在演给世界看的，给美国看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每次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以及俄罗斯现任总理在提及中国的时候，都表现出一副正在致力于接触中国。接触这2个字眼，从表面上来看，一些不知情的人很可能就以为澳大利亚已经迷途知返，在向我国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可实际上，该国的举动却与所说的截然相反。自从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澳大利亚先是就新冠病毒的事件甩锅给中国，要求对我国进行国家调查，紧接着明令禁止华为参加5G 建设，随后又通过反外国干预法干涉南海等争端，用这种方式在国内掀起反华的浪潮。与此同时，与包括美国、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联合在中国海域及附近展开军事演习，甚至甘愿充当特朗普反华政策中最积极的马前卒。这一系列举动，哪一个不是针对中国进行的？前不久还想着通过铁矿石对中国施压，威慑中国。澳大利亚嘴上说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就这我国凭什么对该国所谓的求和进行回应呢？有趣的是，我国的不回应在澳大利亚口中成为了一种新的说法。莫里森曾表示，我们不能假装事情跟以前一样，想建立持久的双方关系，就要适应新的现实，从相互接触开始。而这就需要2国领导人级别的对话。说白了，莫里森是想表达出这一切都是中国不接电话、不回应，澳大利亚想与中国相向而行，但是中国不愿意。然而事实却是，中国从一开始就对外声称已经多次与澳大利亚进行沟通，双方的电话渠道是畅通的。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想营造出自己是受害者，中国是霸凌者的形象。如今莫里森牢底被揭穿，迷之操作背后的故事也都真相大白。既然6次求和都是幌子，我国为什么还要理？等什么时候该国真的真心真意要与我国缓和关系再说？澳大利亚在背后捅刀子，我们不能反制。现在想与我国对话，我国就必须得跟他对话吗？显然没有这个道理。中国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成功，为何却在深夜发布？3年前局座的感叹又为何成了神预言？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一觉醒来，很多人发现中国国防部在昨天深夜发布了一则重磅新闻。2月4日，中国成功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细数一下，加上标点符号，也就60个字左右。一般按照惯例，由我国官方发布出来的消息，通常都是字越少事越大，意义也更深远。就拿国防部发布消息的时间节点上来说，发布消息是在深夜，而试验的时间是在当天晚上，第一时间主动对外发布的第一手消息。所以见得我国这是不想给任何国家媒体及其他人揣测炒作的机会。值得一提，我国国防部还特意强调了此次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事先声明中国完全是和平防御，希望任何国家都不要对号入座。正因为知道某些国家的小心思，才会提前解释，以防有些国家拿此做文章。什么是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陆基简单点来说，就是指反导系统在陆地上发射，而反导拦截技术则可以根据发射点的不同分为海基、天基以及此次的陆基。中段是按照反导拦截的不同分为上升段、中段以及末段。反导拦截不同时段对应弹道导弹飞行的不同时段。这次中段反导拦截是在大气层外进行的拦截技术，中段是弹道导弹飞行高度最高的一个阶段。在此之前，2010年1月11日、2013年1月27日、2018年2月5日，我国都曾在境内进行过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每一次试验都达到了预期。说到这儿，就不由得想起来3年前2018年2月5日，我国第3次公开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局座张绍宗的感慨。
当时局座在一期节目中看到了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后，忍不住感叹道：8年前当时还挺年轻，而这8年中国中段反导技术一直在稳步发展。尽管在一些坦克、飞机以及舰艇上，西方国家这方面技术几乎发展到最高界限，但是局座认为在信息化、网络化和反导系统等技术上是可以突破的。在这个领域，只要突破一点，就能带动一个大高科技群。比如我国一直奉行防御政策，反导技术在7级防御政策中就是核心武器技术，一旦掌握，不仅能保护自身安全，还能消除威胁。不得不说，局座3年前的这番感慨成了神预言。美国自退出中导条约后，就进行了中程导弹试验，一旦在中国周边部署该导弹，将会给我国安全造成严峻的威胁。如今我国进行该试验，则可以看作是针对外部不安全因素的应对手段。现在这条关于中国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试验的消息已经抢占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不少居民们纷纷表示，这份新年礼物已签收。印度又使出阴招，公开污蔑中国，阻挡了印度的入常之路。即使中国点头了，印度有这个资格进入五常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时至今日，边境对峙状况已经持续了9个月，双方也针对局势进行了9次军长级会谈，但是作用微乎其微。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度，从他们不断的增兵、军购等行为也可以看出，印度对解决边境问题并未拿出诚意。尽管印度在边境上一直耍无赖，但是由于中印双方的实力悬殊问题，印度并没有占到便宜。不过，印度并没有就此收手，既然明面上打不过，那么印度就开始用起了阴招。日前，印度外长公开表示，我们确认是中国阻挡了印度的入常之路。中国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组织，并反对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国的席位，指责中国对印度的行为具有双重性，其中特别提到了边境局势。对于边境局势，印度将印度军队在边境所做的一切称之为适当反应，是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立场。而发起挑战的正是中国。很明显，印度将边境的冲突都归咎于中国。如果边境冲突只有中印的话，似乎这番话还有那么一点迷惑性。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印度同时在边境和多国发生冲突，如印巴冲突。印度方面曾扬言，印度有实力同时打赢2场战争。印度与多国同时发生冲突，那么是谁的问题也就一目了然。再回到问题本身，真的是中国阻碍了印度的入常之路吗？按照西方一贯的霸权主义思维来看，中国作为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享有极高的话语权。在当前边境局势紧张的态势下，中国不点头，印度入常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从客观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冲突事件，印度就具备了入常的资格了吗？我们常说的5大常任理事国指的是2战期间同盟国中的5大国，英、法、中、美、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否掌握在这5常之中。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这5国的实力是什么水平。那么印度要挤入这其中，似乎显得过于突兀。在南亚国家眼里，印度确实算得上是南亚霸主，但是若是与中美俄等国媲美，那差距过于悬殊。单从军工制造上来说，印度就一言难尽，其武器要么是万国造，要么就是自己造的国产武器，连本国军人都不敢使用。另外，由于历史、地域的问题，印度国家内部的稳定性存在先天不足。想要成为一个常任理事国，维护世界稳定，那么前提当然是要维护自己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从这一点上，印度还远远不够格。可以说，印度无法入常跟自身的实力有着很大的关联。在边境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印度就固执地认为是中国故意阻挠，从而更好地刻画了印度在边境的弱者形象。但是对于这一点，国际网友并不买账，
群嘲白日梦该醒了。